美国商务部近期在半导体制造和先进计算等领域对华升级出口管制措施，并再将31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未经验证清单，限制其获得某些受监管的美国半导体技术的能力。美国此举显然损人不利己，引发全球股市震荡。不仅美股高端芯片股全线下挫，台积电在台北股市也创下自1994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批评称，美方进一步升级半导体等领域出口管制措施，是典型的科技霸凌做法，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国商务部上周五将31家中国公司、研究机构和其他团体列入所谓未经验证清单。彭博社当天的报道称，这意味着美国供应商在向这些实体出售技术时将面临新的障碍。报道还直言，美方新举措通过限制中国实体获得某些受监管的美国半导体技术的能力，以阻止北京发展自己的芯片产业和提升军事能力。未经验证清单与更为人所熟知的美国实体清单或黑名单不同，按照限制措施，美国出口商如想向被列入名单的中国公司发货，必须获得许可证，而这些公司也被警告说，他们如希望继续接受美国货物，必须出具声明，证明自己是合法的，而且愿意遵守美国的法规。今年2月，拜登政府曾将33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未经验证清单，其中9家通过中美双方前一阶段共同努力，最终从该清单中移出。但美国商务部此次一口气再次往清单中加入31家实体，均来自中国。有观察就指出，这显示美国并非在某种高科技产品的生产环节打压中国，而是试图在包括支撑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研发机构等一系列环节卡脖子。这是美国对中国的系统性打压，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做大做强。这个美国打压别国的技术或者是这个贸易伙伴啊，它往往依据的是国内的法，但是现在它要急于打压，它首先要采取措施，所以它来了一个未经验证的清单。那这用中国人话讲，就先给你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然后你再去举证，证明自己无罪，这样呢反复一个折腾，对中美之间的合作，对中美双方的企业都是产生一种这个消极的作用的。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还宣布限制向中国客户出售半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的全面规定，旨在限制中国芯片产业发展，打击中国获得从超级计算机到制导武器等领域所需关键技术的能力。此举被认为是拜登政府迄今为止在试图阻止中国技术能力发展中采取的最激进举措。不过，有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拜登政府或将对韩国在华内存芯片制造商三星和 SK 海力士网开一面，因为向在中国生产先进存储芯片的外国企业提供生产设备，有可能通过美国商务部的审查。针对美方再将中国实体列入未经验证清单，并进一步升级半导体等领域出口管制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周一表示，这是典型的科技霸凌做法，不仅违背双方合作精神，罔顾双方合作事实，而且严重阻碍中美企业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应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给予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公平待遇。实际上，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频频鼓吹与华科技脱钩断链。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科技创新是人类发展进步的成果，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享，更不应当利用科技优势打压遏制别国发展。脱钩断链是一把双刃剑，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中国不赞成脱钩断链，脱钩断链也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因为我们的发展始终是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中国的科技进步不会因为任何限制、打压被阻挡。美扩大对华半导体业制裁，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以及世界经济恢复造成严重冲击，令原本就不景气的全球芯片产业雪上加霜。受此影响，全球芯片股全线走低，行业全球市值蒸发逾2400亿美元。美国股市的半导体板块周一下跌，其中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3.5%，收于2020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该指数过去3个交易日下跌近10%，今年迄今跌幅超过40%。
全球最大的代工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周二在台北股市暴跌8.3%，创下了自1994年以来的最大跌幅。摩根士丹利分析，美国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特别是围绕超级计算机和跨国资本投资的更广泛限制，可能具有破坏性影响。此外，这些限制措施还预计对整个科技行业的供应链产生连锁影响，并给科技股带来更多挑战。野村控股公司分析师在周一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这些限制是全球半导体的坏消息。外界注意到，在华盛顿公布最激进出口管制措施后，美国半导体协会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首先对确保国家安全的目标表示理解，小心翼翼地确保政治正确的前提下，随后将重点放在降低对美国创新的意外伤害上，委婉地表达了对最新管制措施的担忧。观察指出，在华盛顿政治高压及对华扭曲舆论氛围压制的背景下，美国半导体协会仍然顶风发声，显示华盛顿以提振本国半导体产业为借口，不断升级对中国的打击，实际上是损人不利己。美国半导体产业不但没有因此获益，反而正经历一场噩梦。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半导体行业本来就受到美国经济衰退的压力，美联储为缓解高烧不退的通胀不断加息，使得芯片的本土消费者需求放缓。此时，美国还对半导体出口中国搞极端管制，进一步加剧国内的行业危机。这些制裁措施恐将因为反噬自身而难以持续。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是肯定的。但是呢，这里存在着砸左脚还是砸右脚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芯片是一个高度国际化分工的生产，那么这里边也有可能是把一些美国的高端的芯片厂商的脚给砸了，当然它也可能砸了这个中低端的，所以这个要具体情况分析。总的来讲，美国的很多芯片商又是高度依赖于中国市场，这些企业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近期加大对中国半导体的打压力度，短期内的确会给中国芯片制造商造成一时的困难。面对美国发动的芯片战，多名行业专家表示，中国要以2条腿应对，一条腿是加强中高端芯片的自主研发，另一条腿是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强中低端芯片的国际合作。外界注意到，面对脱钩，中国已经在芯片领域加大开放力度，主动与国际挂钩。中国证券监管机构近期批准国家首支针对中韩顶级芯片制造商的共有基金。该产品不仅是中韩两国半导体行业龙头的强集结，也是市场首支获批的可投资于韩国股票市场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为 A 股投资者丰富资产配置提供了更多可能。该基金或在11月正式发行。公开资料显示，最新获批的华泰博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将投资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韩国顶级半导体公司，以及中芯国际和蒙太奇等中国芯片制造巨头。这意味着中国和韩国的半导体产业有望紧密整合，创造协同效应。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国升级对华出口管制，尤其在半导体领域。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在应询时强调，脱钩断链难阻中国发展。您对此如何看？梅西你好，这后果怎样呢？股市已先行预告了，美国扩大对华半导体产业制裁以后，全球的芯片股走低，包括美国企业。看看股市，4类与半导体关联的公司股票呢都在下跌。首先呢是半导体投资类企业，比如说费城半导体指数。其次呢是半导体材料类企业，比如说范宁公司。第三呢是半导体设备类企业，比如超微半导体、阿斯麦。第四呢是芯片加工制造企业，比如说三星电子、台积电。台积电股票呢尤其惨了，创了1994年以来最大的跌幅，这个下跌了超过8%。如果从地理上考察这4类企业，受伤的呢有美国企业，主要是投资类和设备类企业。有欧洲企业，主要是设备类企业；有亚洲企业，主要呢是芯片制造企业，比如说韩国的三星、中国台湾的台积电、中国大陆的中芯国际等等。还有呢使用芯片的各类企业，这范围更广，全球都有。可以说呀，美国升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牵一发而动全身，让这个全球的半导体产业呢打了个寒战。这里呢有一个基本的市场逻辑：美国加大限制对华芯片出口，就是给中国这个大市场设卡，减少了供应。中国市场芯片使用量减少，那芯片制造商呢就得减产，进而呢导致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减产，
半导体投资者呢，自然也在瘦身。短短几个月，全球的芯片短缺就会变成芯片过剩，可以部分的减缓美国的高通胀，但是呢，也对半导体产业造成破坏，这产业链呢可能在重组。所以呢，中国商务部一针见血的指出，美国的做法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损害美国出口企业的正当商业利益。美国在芯片领域强推脱钩断链，这很容易让外界联想起欧洲正试图推进的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那么这两者有关联吗？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往往被人忽视。实际上呢，美国现在在打两场战争，一场呢在欧洲，就是美国支持的俄乌军事冲突；那另一场呢在亚洲，就是美国挑起的对华高科技战，是贸易摩擦的延续。在欧洲战场呢，美国支持乌克兰同俄罗斯开战，给乌克兰的军援数量呢超过了欧洲国家之和。表面上呢看呢是打击和削弱俄罗斯，实际上呢是切断了俄罗斯廉价石油向欧洲的输送。美国石油天然气呢便占领了欧洲市场，并且呢用高出俄罗斯能源10倍的价格给欧洲国家出售。欧洲的能源危机加剧呢，直接影响到了欧洲企业的成本，有些关闭，有些呢降低产能，有的呢则在私募转厂到别的地方去建厂。那么到哪儿去呢？一是到美国，二是到中国，三呢是到别的地方。这样呢，这欧洲的先进制造业就被美国薅羊毛了。现在美国加大对中国芯片出口限制，一方面呢是为了遏制中国在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智能手机、超级计算机等领域的优势，那另一方面呢是阻止欧洲的先进制造企业呢到中国来安家落户，因为这个先进制造业呢是离不开芯片的。而在亚洲战场，美国加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就会迫使呢亚洲的芯片制造业另谋出路。美国呢早就打出了到美国投资建厂的旗号，来薅亚洲的羊毛。这韩国三星、台湾台积电呢都在美国建了厂。那么除了对中国限制芯片出口，美国呢还试图挑起台海危机，把台湾呢变成最大武器库。这台湾成了武器库，当然呢就不安全了。那台积电呢是不是在进一步的向外搬迁呢？美国呢也在纵容朝鲜半导危机，这半导危机加深了，那么韩国、日本的芯片企业是不是也得考虑搬迁呢？这样美国就掌握了半导体产业的控制权。欧洲战争呢让美国获得了工业时代的石油控制权，亚洲战争呢则让美国获得了信息时代的石油控制权。美国的霸权地位呢就牢不可破。有个比喻说这个芯片是信息经济时代的石油，蛮形象的。但问题又来了，美国的野心能实现吗？我看是不一定。欧洲国家呢已经为能源叫苦不迭，他们呢可能渐渐的明白，美国支持乌克兰打仗呢原来是为了薅欧洲的羊毛。亚洲国家呢也会明白，美国对华技术制约是为了薅亚洲的羊毛。韩国企业呢已经是在与美国交涉，不愿意失去中国大市场。所以说只有大家呢都明白了美国的自私自利，才能够有效的抵御美国霸权。现在呢要把警钟敲响，让那些半导体产业的各设施方呢早早的醒来，别像欧洲国家一样糊里糊涂呢就被美国薅了羊毛。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同样在周一，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召开安全会议，向军方和安全部门的官员通报了白西部局势，并且说，俄白两国上周五已经开始组建一支联合部队，白方部队是这支队伍当中的中坚力量。В связи с обострением на западных границах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ы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о развертыван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Это все по нашим документам. 卢卡申科在会上说，西方势力早就在乌克兰盘算怎样打击白俄罗斯，他们怂恿乌克兰在白边境开辟第二条战线，将白方拖入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从而能够同时对付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另据白通社报道，卢卡申科周一签署关于完善国家安全机构活动的总统令，这些机构将直接隶属于总统。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同一天表示，白俄罗斯的防务政策
是防御性的，只要邻国不采取错误举动挑衅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不会与邻国开战。赫列宁提醒乌克兰不要刺激白俄罗斯，他还敦促乌方停止传播白俄罗斯在策划发动袭击的假消息。首先，我觉得白俄罗斯应该是不会参战，因为如果白俄罗斯他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他可能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直接投入这个军事力量了。目前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俄罗斯的状态呢，他确实一方面给这个俄军向这个乌克兰进攻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是呢，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紧密的这种战略盟友关系，并不意味着白俄罗斯就无条件的要把自己的这个部队投入到这个战争中去。毕竟白俄目前第一，它的军事力量总体有限；第二，它国内其实要面临的麻烦也挺多的。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进行导弹袭击后，美国、德国周一均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防空系统，以加强其自身防御。此外，北约和欧盟也谴责了俄方的袭击，并表示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包括提供进一步军援等。俄乌冲突来到当前的关键时刻，美西方强化对乌援助将如何影响局势走向？俄军周一对乌克兰多个主要城市发动空袭后，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总统拜登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承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自卫所需的支持，包括先进的防空系统。拜登还对泽连斯基强调，美国及其盟友将继续让俄罗斯付出代价。泽连斯基通话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防空系统。9月27号，美国五角大楼称，将在未来2个月左右开始向乌克兰交付地对空导弹系统。泽连斯基还在社交平台上透露，自己已经分别与德国、法国、卡塔尔、波兰和荷兰等国领导人紧急通话，讨论继续对俄施压，以及在防御能力、重建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强对乌援助和国际声援等。德国是7国集团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泽连斯基在公布与德国总理舒尔茨的通话内容时，还透露自己将在7国集团即将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发言。白宫当天也证实了泽连斯基将参会的消息。总体来看，实际上呢，就是美国和北约呢是希望通过乌克兰来把俄罗斯分化，或者是瓦解，或者是说消耗在乌克兰的这个战场上。如果从这个战略目标出发的话，那么俄罗斯还将会受到来自于美国和北约的更强力的这个武力上的这种打压。所以说大面积的反俄呢只能够进一步的明确了他们在这个俄乌战场上美国和北约的这个战略目标。此外，北约和欧盟均表达了对俄罗斯空袭的谴责。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一在社交平台上称，已经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进行了交谈，并强调北约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人民。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除谴责外还表示，我们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来自欧盟的额外军事支持正在进行中。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周一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主要城市的袭击尤其令平民感到恐惧，更说明迅速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的重要性。他随即声明，德国将在近期向乌提供一套导弹防空系统，即德国此前承诺向乌提供4套地对空 IRIS-T 防空系统中的首套。德国外交部发言人拒绝透露具体的交付日期，称联邦政府在交付武器时非常谨慎，以避免在运输途中被拦截或摧毁。此外，乌克兰军队也需要接受使用该系统的培训。据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总理舒尔茨最早在6月初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该防空系统，它可用于防御从20公里的高度和40公里的距离外来袭的导弹。值得一提的是，德国联邦国防军目前并未配备该系统。打到今天已经将近7个多月，实际上北约除了没有派兵面对面的和俄罗斯进行这个战场上的博弈之外，实际上北约已经在情报方面，在舆论方面，还有在武器方面，包括军队指挥方面等等，都给予了乌克兰非常全面的援助。从各方的表态来看呢，美国和北约还是要对乌克兰进行进一步的军火上的支持、军备上的援助。相对而言呢，进一步的加大援助的话，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能够导致这个战争进一步的升级。
据英国《卫报》周一报道，泽连斯基对 G7 在线峰会发表讲话时，将寻求西方在支持乌克兰的方式上做出深刻改变。乌克兰抱怨称，西方的支持一直落后于乌克兰捍卫其领土和人民的要求。预计在军事上，泽连斯基将要求西方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并重申乌克兰长期以来对远程导弹的需求。根据此前美媒透露，在乌克兰9月中旬向美方提出的新武器援助清单中，含有美方至今仍拒绝提供的射程可达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能够直接威胁到俄罗斯本土。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曾回应，如果美国公然向乌克兰提供了该系统，则意味着美国将越过红线成为直接冲突方，俄罗斯将保留捍卫其领土的权利。这也是对乌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对美国最强硬的警告。因此，也有舆论担忧，眼下俄乌冲突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若美国此番果真在形势所迫下给了乌克兰相关武器，或将导致局势螺旋式升级，造成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面对西方加大军援力度，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周二表示，俄方遗憾地发现，从对乌克兰源源不断的大规模援助，在欧盟国家培训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提供实时情报和卫星图像，到确定炮击目标和规划乌军行动，站在基辅政权一方的西方国家正在越来越多地卷入这场冲突当中。里亚布科夫警告，由于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日益卷入到俄乌冲突当中，俄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那么打了7个多月，我觉得俄罗斯的国力呢已经在不断的进行消耗，再加上西方对它的这种全面的经济制裁，可以理解为是以压触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还宣布，普京总统可能会在本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会晤，讨论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会谈的提议。据悉，两人都将于本周访问哈萨克斯坦，参加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6次峰会。与俄乌两国关系密切的土耳其，向来被外界视为俄罗斯对西方世界的传声筒，可扮演调解员的重要角色。就在上个月，埃尔多安还曾敦促普京缓和紧张局势，呼吁俄罗斯再次展开和谈。今年7月，土耳其则与联合国联手促成了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黑海运粮协议。据俄罗斯卫星社周一报道，埃尔多安当天在安卡拉一场讲话中表示，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只看眼前，他们没有从常识的角度去评估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事件，因此眼下正在担忧今年如何过冬，而土耳其则没有这样的问题。他强调，未来一段时间，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激进的政治变革。土耳其在这一次的这个俄乌冲突中呢，也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一个协调作用。对于俄乌两方来说，对于欧洲战场来说，对于乌克兰本身，对于土耳其本身自己的利益来讲，土耳其从中调和俄乌双方呢，还是非常便利的和有这个资历的。乌方宣称，在西方情报支持下，乌成功拦截过半俄军导弹，而俄则指责乌方大打间谍战，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某种程度上，暗战不仅主导了俄乌冲突的爆发，也必将影响两国的国运。我之前讲过，俄罗斯没有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前，美国和乌克兰就合作渗透到它的高层，到了战时，甚至通过曝光窃取的俄军事机密来阻止俄军前进。最典型的是3月1号，俄国防战略中心详细地公开了俄黑海舰队海军步兵810旅一个营的作战计划，导致该营放弃了攻击赫尔松居民点的行动。与此同时呢，俄罗斯也不得不加紧清除内鬼。同样是3月初，因为情报失误，俄联邦安全局约150名特工被处理，最高职位是安全局5局局长的贝塞达都被软禁了。原因是他们向俄高层提供了关于乌克兰政治局势的虚假情报，结果误导了高层。7月份呢，俄联邦安全局又挫败了乌克兰军情总局，也就是格乌尔，企图收买俄空天军飞行员叛逃的图谋，并且利用被收买对象进行反向运，让格乌尔提供所谓叛逃飞机预定降落的切尔尼戈夫机场附近的高程图。结果呢，这一宝贵的信息帮助了俄军导弹准确摧毁那里的军火库和强化地堡。我个人的看法，传统上战时情报活动可以分为进攻和防御2种类型。传统上被动防御型的情报活动在整个体系中占了主导，
可在这次俄乌冲突里暴露了严重不足，那就是这种观念极易导致应激反应式的措施，也就是在间谍活动已露端倪之后才想办法清查，而不能在间谍破坏活动发生前就揭露意图，阻止行动，甚至操控对方间谍来个蒋干盗书，挫败对手。我觉得今后情报与内卫工作将被各国高度重视，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要破除被动防御的情报观念，树立主动先发制人的情报进攻意识。俄乌冲突里面，俄罗斯从战前到战中，从战略决策到作战行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情报泄露，这就表明美国和乌克兰的渗透已经经过了事前的长时间谋划。尽管俄乌历史上同属一国，这给乌克兰的渗透提供了方便，但仅靠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高层的渗透策反是一门艺术，要从物质、精神多方面渗透。像精神层面，情报工作的本质是对抗。从认知对抗的角度看，冲突的本质就是意识形态、制度、人心的争夺。要用舆论、宣传等手段，让目标对县政府、社会产生颠覆性认知，从根本上激发其反动情绪。那么物质上呢？乌克兰和美国情报机构会找一些俄罗斯个人、公司或者其他机构，以同名的名义捐助指定的国内对象，或者通过民间大牌的基金会洗钱，迂回赞助目标。这也是美国和乌克兰在俄国内策反的惯用手段。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在俄乌战事及欧洲能源背景下，获得欧洲持续支援的乌克兰，因为电力资源富裕，从7月起反过来向欧洲输出电能。不过，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因乌克兰能源设施遭俄方导弹打击，乌克兰宣布自周二起暂停出口电力，以保障其自身能源系统稳定。乌能源部也承认，这将加剧欧盟的能源压力。在欧洲，民众抗议指，俄乌冲突是北约与俄的代理战争。乌克兰能源部也在其官方脸书账号发文说明了此事。乌能源部还直言，这将加剧欧盟的能源压力。与此同时，乌克兰基辅州供电公司周二也发布消息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开始实行轮流停电制度，每昼夜停电不超过4小时。早前，俄乌围绕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博弈已经让乌克兰的发电能力大受影响。扎波罗热地方官员周二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通过输电线路接收电力以满足自身需求，但是目前谈论重新启动核电站发电机组还为时尚早。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战前是全球第3大核能发电国，核电占其国内发电量50%以上。目前在运行的主要有4座核电站，扎波罗热核电站是乌克兰最大的核电站，也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所发电力也输往欧洲。此外，因为战乱，很多乌克兰人流落到其他国家，造成乌克兰境内电力供应过剩。乌克兰与欧盟于7月确定电力合作事宜，借助罗马尼亚的电网，将乌克兰电力送往欧盟，成功为欧盟缓解了一部分能源压力。乌克兰每年也可以获得700亿格里弗纳，相当于160亿人民币的收入。有观察指出，乌政府之所以计划停止对欧输电，除存在部分能源紧缺的客观原因外，恐怕还有要挟西方加紧向乌援助的用意。此前几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就警告说，乌方近期可能停止对欧洲的电力供应。我觉得对于欧洲能源来讲呢，可以说是一个雪上加霜的这么一个现象，因为现在欧洲马上就要进入冬天，涉及到不光是涉及到这个生产链、供应链，同时也涉及到冬天民生问题，就是取暖问题。在这个传统能源供应的这个环节上，如果电力再出现问题，确实是使欧洲的能源供应出现一种雪上加霜的这种局面。然而，由于乌克兰断电导致欧洲能源危机再加剧，加上高通胀，令德法等欧洲国家面临持续动荡危机，抗议罢工不断上演。上周六，上万德国民众在柏林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德国政府的能源政策以及高通货膨胀。在法国，石油巨头道达尔能源公司和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在法经营的炼油厂工人不满高通胀和生活成本上升而持续罢工，燃油供应受到严重影响，民众要
要排长队等候加油。法国的一些加油站还被征用以供应紧急救援车辆。更有甚者，警察还会询问司机油箱情况，如果油箱没那么空，司机会被拒之门外，不让加油。此外，近几天来，奥地利、意大利、捷克也相继爆发抗议活动，抗议生活成本上升，指责这场冲突是北约与俄的代理战争。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也担忧称，欧洲反俄团结正在动摇，因为欧盟正在耗尽其经济战的资源。他称，欧洲对制裁俄罗斯的兴趣消退，是因为战争疲劳和国内问题。多数人认为，通胀就想交战争税，我们支付欧元，而乌克兰人付出生命。如果要是随着这个能源供应，就是各种能源供应都短缺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形成一个反俄的这种联盟，或者是导致欧洲各国内部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立场的变化。更令欧洲人不满的是，美国人却在利用欧洲的能源危机大发横财。路透社援引相关数据称，今年1至6月，美国向欧洲出口了390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占美国出口总量的68%。而且当前美国国内的天然气价格与欧洲有着数倍的价差，美国企业将天然气出口到欧洲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业内人士分析，今年冬季欧洲要为天然气支付的金钱将达以往的10倍。对此，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早前已经公开表达了对美国的不满。周一，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也罕见警告称，欧洲经济已陷入衰退，而非常严重的不利因素可能会让美国和全球经济在明年年中陷入衰退，也就是6个月到9个月之后。